然后就是父母还贷呗。开始的时候是，后来的时候就是相当于我们在还。然后装修的时候，当时我们去看了那个装修公司，我觉得装修公司的人肯定能够设计的更合自己的心意，这样住着也能更舒服一些。然后但是他家里又亲属又什么呢，反正一直就是在吵，不要用装修公司，就要用工人去装。然后最后就是花的钱比那个装修公司的钱还要多，而且质量是特别不好的。没过2年，然后就这儿坏那儿坏，就是挺闹心的。因为当时也是为了想节约更多的成本，选择个人的装修，没有选择装修公司。当时你根本就没有权利。这个事儿反映的核心，就是一个靠着爹妈耳根子软，听着亲戚朋友的话，给这个新建的小家庭带来的疑难嘛，就是这么点事儿嘛。说白了，哪是什么当时为了省钱？你当时说话管用吗？管用吗？当时拿钱的不是我。对呀，你管用吗？你就是不管用嘛，不就是啃爹妈吗？那还有啥好说的？行，这事儿听明白了。再往后呢？因为我们生活在农村嘛，农村都有那个就是结婚要给女方彩礼啊。因为我俩是就是属于自由恋爱，自己认识的。我妈说，那个就是你不能一点不要，然后这样感觉咱们家太没有面子了。然后后来就是考虑来考虑去，我说那就不要多的，要6万。然后结果6万他们也不同意，然后就是吵闹了几天之后，然后后来就说给5万。然后这5万块钱呢，就是还是订婚的时候给2万，然后结婚的时候给3万，还是就是分开给的。后来就结婚了嘛，然后结完婚的第2天，然后他们全家人就开始跟我说，就是他们需要进化肥，需要本钱嘛，然后就说家里因为结婚现在没有钱，然后就得出去借钱，1万块钱的话大概就是600-700块钱的利息，因为他们知道那会儿我手里有钱，大概能有7-8万块钱。我就是比较心软，然后就是第2天的时候，然后就全都转到我公公卡上了。然后当时我婆婆就说，那个就是等以后你们用钱的时候，然后这个钱，到时候就给你们拿过去，你们随时用。现在就当我借你们的。然后后来呢，就是贷款也是我们2个人还的，然后他妈妈就说，就是这些钱，也算我们借你的。然后后来那个时候我还在上班嘛，然后每年年底就是都会有奖金，可能是3万5万这样不等。每次我发完奖金之后，然后家里人就说现在缺钱需要钱，然后我就把钱就是都打到我公公婆婆的账号上，大概能有就是16-17万。其实我觉得一家人无所谓借不借，只要我用钱的时候你给我就行。因为那会儿刚开始没买车的时候，就是我公公以前的一个小车，然后给我俩开，因为那会儿有孩子，然后没人带，需要就是每天都送到我姨家去，然后所以晚上回来的时候就大冬天没有车位，然后没有车位就是孩子比较遭罪，然后后来我就跟他商量，我说，我们买一个车位吧，这样的话孩子省他遭罪，要不然万一孩子感冒，孩子太小怎么办？然后当时那个车位大概是14万左右，然后我说把那个妈手里的那些钱拿过来，我们就可以用了。但是当时跟他父母一说的时候，他们就极力反对，他觉得买这个东西没有用，大冷天可能过段时间就过去了。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是心里就是特别不得劲儿，我觉得我好像就是被骗了的感觉啊，理解。就是钱都给你们了，我用的时候为什么不给我？后来的时候就是，说买这个车，然后买车的时候呢，然后他就一直跟我说，他说这回买车说什么都写你的名字。然后当时我还跟他开玩笑，我说你车写我名有什么用？车过2年贬值了也不值那么多钱。是的。但是他说写我名字的时候，我还是很开心的。最后写的谁的名？最后还是写的他名。为啥？因为当时买车的时候，然后我家老大就是感冒了，没上幼儿园。然后我们就带着去了，就我在楼上吃饭的时候，他跟他爸爸吃饭吃得特别快，吃完就下楼了，然后也没人管孩子，我自己喂孩子，喂完孩子吃完饭就是晚下楼几分钟，然后他们把名就已经签好了。因为当时比较着急也是，销售叫我们签字，然后这我觉得着急也不在那几分钟吧。这说不通了，就是你们家合起伙来算计人这姑娘了吗？我们不管主观客观认知是什么，至少你们家没吃亏，对吧？对，钱都落你们口袋里了，是吧？
人家挣的钱都到你口袋里，人家连支配权都没有，那就是你们算计人家，这是客观事实吧？但是我买房、装修、买车，也都是我家，就是我父母出钱买的，然后我们剩的钱也是我父母攒着帮忙。我觉得钱，因为我是还是放在自己口袋比较好。行，钱的事儿不说了，婚后感情怎么样吧？就是感情开始还好吧，但是后来就是有老二之后，因为家里没有人带孩子，全都是我一个人带，每年他现在就是因为要卖这个化肥嘛，跟父母回家，然后就是能有大概半年左右都不在，然后分居，对，半年，对，就这半年多，就是无论是孩子生病，还是上学，还是所有的事情，就是全是我自己一个人。其实我没有太多的那个怨言，但是问题在哪儿？就是比如孩子生病了，然后他们家里人连个电话都不会打，问都不问。我这真是特别忙，从早上8点一直到晚上很晚，我一直在处于黑天白天不断的送货中，真的特别累。但我觉得吃饭的那一会儿打个电话总可以吧？有的时候都没有吃饭的时间，真的我不相信24小时没有一个关心的时间。我也是为咱们这小家努力奔波，一直不停的去努力。我也相信你能照顾我们的孩子。然后，哎呀，这冠冕堂皇能把人噎死，你知道吗？这帽子戴的，您就是无力反击啊，对吧？你看我是为家庭的，你也没问题，你这够厉害的。您夜里头还给人农户送化肥，人家收吗？你蒙谁呢？一直到8点多吧。一直到晚上8点。对，8点多9点钟可以给家里打电话吗？孩子是不是你的呀？孩子生病了不能打个电话吗？就是这半年，他说他忙，没那么忙，我可以理解。但是回来这半年之后，他仍然是不管孩子。你看看，他就每天就是工作嘛，然后就说工作忙，每天就拿着手机。然后有的时候，我觉得他根本就不是在工作，就在那什么斗地主呀、下象棋。然后孩子跑到他跟前儿，然后他还嫌烦。我是这样，我是大半年时间在农村老家，然后剩下的半年时间，我也是不停的去找一个相对稳定点的工作。通过朋友吧介绍，我在我们市内找了一个少儿口才培训班上班。您教少儿口才呀？我不教课我是做运营管理，平时早8到晚8是不停的联系家长联系活动，也是忙得不可开交。可能是把家长早8到晚8联系又开始骗人是吧？跟我说什么呢？你敢在那个打电话？你看你有客户吗？我跟你说，家长都烦死你了，又开始蒙人。你怎么张嘴就来呢？我就想给你揭穿，他没那么忙，就是闲的。干啥？确实挺忙。确实是，也是这么做的这么做的。孩子重要吗？你们家孩子管吗？可能是我，就是你把太多的精力给了别的孩子。哎呦，伟大！你看他这句话说的，我把太多的精力给了其他的孩子，我是一伟大的老师，所以我们家的孩子完蛋了。你是这逻辑吗？是哈，你信这逻辑吗？不信。对了，这就对了。您接着讲。所以我就觉得带2个孩子特别累嘛。当然了。然后一点就是自己的时间都没有。那是一定的。然后他们还觉得就是我好像没什么事儿，就早晨起来把孩子送到学校，就完事儿了，好像我在家一天挺闲的。最主要的这次是什么呢？就是前段时间，然后身体不太舒服，然后就去医院做了个检查。然后发现自己就是怀孕了。几个月了现在？2个月吧。你要需要做累的话，你就跟我们说，就坐起来说，好吗？要有老3了是吧？算是，但是就是这个问题上，我俩的意见就是2家的分歧就是特别大。我猜你肯定不想要。对。他们家特想要。对。因为我是独生子，平时过年的时候就是陪着父母，就老2口，我就感觉没有一个亲戚进行走动特别的无聊无趣。然后我家一直是，如果结婚以后尽量就是多要孩子。所以今天来根本什么其他的话都不说嘛，今天来就是为了生老3嘛，是吧？对。我现在能理解您为什么说不生了。然后再一个就是这次我觉得是
就是自己身体不舒服，然后出现了不正常的反应，然后才知道怀孕的。所以我觉得就是有可能怕是不是特别健康，因为我感觉经济压力非常大，然后最主要的就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来吧，4位老师，你们来帮他一起骗，好不好？来，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博宏兄，丈夫的算计，现在很明显是妻子的痛。说到生3胎，如果说她对婚姻有信心，对丈夫有信心，家庭和睦温馨，国家政策允许，生3胎没有什么。关键问题是，她担忧的是这段婚姻其实已经风雨飘摇。刚才一句话，赵川老师非常气愤，我是非常愤怒。您竟然愿意把房本上写他名字作为交易，我其他不想多说什么了，我只想劝您妻子一句话：你有自己做主的权利，请你自己三思，还来得及。谢谢。谢谢博宏兄。于老师，整个这一场从头到尾听下来就是钱，对，一切都是利益，这肯定就失去了爱情的本质。男方那边主持人也说了很多，我就不想说那么多了。我想女方这方面其实可能也有一些问题。其实，在谈恋爱的期间，包括从婚纱照，包括买房子，种下了这个计较的种子，可能也为今天这件事情埋下了一定的伏笔，不是全部。他们家的问题确实很大，但是你那一个计较，可能他就容易提防你。现在我明显看到，他们一家是一伙的，啊，你带着那2个孩子是一伙的，那2个孩子甚至他们都不怎么管，钱你又拿不到手里面，所以这样下来的话，这样的隔阂，我们也得知道，别回头把所有责任都推给他，自己没有责任，也不要那么讲啊。我们要反思，当初为什么选择他了，在那种争执状态下，为什么还结了婚了？到现在我们要反思，还要不要过下去？其实我们倒认为，如果是为了孩子而将就的婚姻，甚至为了第3个孩子接着将就的婚姻，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害孩子。要考虑这些问题，不要为了所谓的这个当下的别人的利益，然后慢慢的把自己的利益没了，孩子也伤害了。如果这样下去的话，我们真的不值在一块儿。好，来看看莎娜老师怎么说。关先生是吧？啊，对。您为啥必须要生3胎？是您家有很大的需要自己拿主意。就说这么多，谢谢。谢谢莎娜老师。米娜老师，其实我这整个这个事儿里头，我最气的是您为什么纵容这个男人在你的世界里头作恶呢？明明他从结婚开始，结婚前开始就在让你屡次失望，为什么你还愿意跟着这样的一个人一直一条道走到现在？您的丈夫在整个婚姻家庭里头的缺席是您纵容的，您自己一手把他培养成这样。您同意他在家里什么都不做，您同意他一天到晚在外头，您同意借钱给他，您同意他什么东西钱上都把您搁在外，要跟您结婚，婚纱照不如您意，您也同意跟他结婚呐，房子不如您意，您也同意呀。就包括是先生一个劲儿的在说我要生老3，哎，很多时候男人一拍脑子就说，哎呀，我希望多子多福啊，多好啊，多子多福当然对你们没损失啊。你想的是老了以后也许多一个人给我推轮椅，好快乐，中间所有的艰辛交给女人就行了。在眼下，你最值得疼的和能够解决你的孤单问题的，不就是你老婆吗？不就是只有这一个女人才能在你需要的时候站在你旁边，不管是对抗你父母的生老病死，还是一起养育这个孩子。可是你为什么要让你的妻子在这个时候又去冒这么大的风险？这边一个8岁的嘤要爱，这边一个4岁的精力旺盛要玩，肚子里头还有一个小的在踢他打他，让他吐，让他腰疼，让他整个人直不起腰。您让他还怎么再去接2孩子？你自个儿脑子一热想的多简单啊！你有这个能力没有啊？你知道你可恨在哪儿吗？这是个大妈宝嘛，她被父母
带到生活里来，他的很多生活轨迹是在爸妈那儿的，所以你不像两个孩子的父亲，发现了吗？除了婚姻本身的问题，你们俩的情感问题也摆在这儿。核心就是一，你对他关照不够，承认吗？承认。你对他关心不够，承认吗？承认。你忽视了他带2个孩子的辛苦，你承认吗？承认。接下来我们说第二，在婚姻初始的时候，涉及到利益的时候，你们各有算计，至少你父母在算计，你承认吗？你可以不承认，他打结婚开始的那些心结都没消掉啊，这就是米拉老师说为什么更恨他。我也挺怒气不争的，你知道吗？稀里糊涂给人生2个娃，感情不管怎么地就信了，怎么可以允许他半年在外面啊？怎么可以允许啊？所以我说，要不要孩子这件事儿不是今天的主体命题，今天最主体的命题是，还有没有爱，还愿不愿意为对方付出爱？你们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了，要不要孩子的问题迎刃而解。剩下的时间，少说，听听你老婆说，好吧？让我们一起进入真情60秒。我想看他就是到底能做到什么程度上。如果给他自己带1个月孩子，会怎么样？我觉得，如果你快去看看他怎么了。我身体不太舒服，孕吐啊。行，好，没事儿。肯定的嘛，早孕是想反应吐嘛？你看他都不管他，是恶心吗？啊，天儿太热了。对。你看他是没反应的，不是说他不爱他，他就根本在他那种特别困难的时期，他人可能不在，没有这意识。对他没有这个意识，他是不喊这场，他还不知道呢，我都看不下去了。你想想，结局好像不用预测啊，分是分不开吧？博红兄，你觉得？今天其实给我们大家一个启示：一个人如果把自私自我贯穿在整个婚姻家庭当中，从房子到孩子，这是很伤人心的。小雨老师，我不认为刚才那个女方的反应是早孕反应，是一个情绪反应。面对一个这样的问题，甚至抉择的时候，他会心口捂在那儿，我一直在注意，他会很疼。相信这就是他后面的发展趋势，所以我大胆的预测，女方因为这个疼提示他可能不出来，男方是肯定要出来的。千万不要再被蒙蔽了双眼啊！这孩子一生下来就又成自己的事儿了，真的。就觉得好怕，反正他们会做出他们的选择的。最后我们当然要看这对夫妻出不出来，以什么样的方式出来，因为现在妻子其实很难受。反正如果我是她老公的话，我现在肯定不出来了，我就窜到那边把老婆带走，弄下来这个抚慰一下，那是最重要的，对吧？录不录节目都在次要的。来，我们看看他们自己如何选择，请开门。这结果挺好，对吧？结果可以回家去说嘛。现在首先坐下来平静嘛，因为毕竟是一个孕妇嘛。先生，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不出，我是特别希望说，他就是怕妻子再上舞台再不舒服，去抚慰他。行了，人家家的事儿人家自己做主。但是咱们其实可以看到，在一段亲密关系当中，一个人有没有用心的投入，其实另一半是看得见的。当你把情感当成一门买卖来做的时候，没有人能做过生活。好好相爱吧。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，各位请看。我们俩之前是同事，到现在我们结婚13年，婚后育有1双儿女，儿子12，女儿7岁。我们曾经为了生计到处奔波，还连累了父母和孩子，跟着我们一起辗转。
我们也曾经经历过事业上的起起伏伏，从生活富足到一贫如洗。现在我们又异地生活，这日子过得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个头。有请这对夫妻，有请。李先生35岁，来自河南，自由职业。杨女士35岁，来自河南，自由职业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，结婚多少年？13年了。今天来干嘛呀？我就感觉最近几年吧，感情就越来越远了。可能也是我胖了吧，我自卑吧，我就感觉他不喜欢我了。嫁给他的时候很不容易是吧？那时候跟他在一起，他是学那个戏曲和唱歌的，然后我是舞蹈团的那个舞蹈演员。我们是在一个文化单位认识的，在一起相处有1年多吧。我感觉他人挺好的，然后就跟他俩在一块儿处。但是呢，因为他家是周口的，我是信阳的。我爸爸妈妈嫌太远，就不愿意，然后我就给他私奔了呗。奔得咋样？当时我走了，跟他走了有差不多2、3个月，我都没敢跟家里联系。然后后来我给爸爸妈妈打电话，我老妈就说：“她说你爸快过生日了，她说你回来一趟吧。”然后我就回去了。回去结果呢，他骗我的，他给我找了一个那个相亲的那个对象，然后就直接他们就坐在一起，就直接就定下来，就谈好了。我就感觉他们这样做挺过分的哈。这边呢，他天天给我打电话联系，我就更不舍得了吧。然后我兜里我就揣着50块钱。那时候手机还不是像现在这样智能机，它是不能微信转账的。然后我就带了50块钱，其实哪儿都不够，我就跑了，因为我爸妈给我控制特别严。那时候我就用这个钱坐了第一站，到了转站的时候就已经没有钱再去坐第2趟车了。但是那个时候不像现在，都是要先买票，那时候都是上车之后，然后售票员过来让你买。然后那个阿姨走到我面前，我说我什么情况，我给她说了一下，我说我兜里真的没有钱。然后她看到我好小，然后就把我带到地方了。带到地方了，到了第2个中转站的时候，天就已经黑透了，离他那个地方如果直达去的话，还有差不多有200公里那个样子。然后我没有办法，我当时出来急啊，我手机都忘了，都没带。我就找了路边的一个叔叔，有40多岁吧，我就找他，我说叔叔能不能把你手机借我打个电话？然后我就给他爸爸打了电话，我一说我的情况，他爸爸当时在那边就急坏了，他说你现在在路边瞅瞅有没有那个出租车，他说你找个出租车，然后我来给司机说，让人家给你平安给你送过来。然后就这样，我就到了晚上11点多，到他们那里边那个转盘，他爸爸妈妈在那接我。然后呢，在一起有差不多有大半年啊。我爸爸轻易一般的不跟我打电话，都是我妈妈跟我联系比较多。然后我爸爸跟我联系，他说我这一次给你找了一个工作，在北京5大行上班。他说我们这边呢只有这3个名额。他说我给你争取了一个，他说你要听老爸的话你就回来。然后当时在他家里边就是待的就挺好的。他爸爸妈妈也好，他爷爷奶奶也好。没回，后悔了？那哭啥？就是当时就感觉挺对不起老爸啊，因为我老爸说了，他说这一次如果你不回来，以后我就不管你了。那时候你多大？那时候都19了都。后来怎么着了？后来没办法呀，爸爸妈妈看到就是你看这闺女一门心思就在他身上了。那不行，就让俩孩子在一起得了。然后后来就在一块儿了嘛。啊，在一块儿就好了。在一块儿一直都挺好，他对我也挺好的，但是你生活中你说这难免的有些磕磕碰碰的哈。就有一次对我印象挺深的。怎么了？我跟他俩一起出去一个地方去演出，那时候我们都干演艺的嘛，去演出，因为第2天白天6点钟得起来，然后我就跟他说晚上早点睡，别出去玩了。然后结果呢，他跑出去，我在家等了2个多小时，他都没回来，我就去找他呀。结果我就看到他跟朋友在一起，在外边在那个排场上玩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当时我就急了，我就非常生气，我就跟他俩说嘛，说他就生气，
这一生气一急的，平常因为他爸爸挺惯着我，然后我就给他爸爸打个电话，一打这个电话，他爸爸就给他打电话，可能就说得很厉害，然后他当时就下脚踹我一脚，当时把我踹的在地上都滑了很远，手胳膊全部都流血了。我踹你，踹完以后我也后悔，那时候也比较年轻，确实有点容易上头了。但是呢，你光顾着你感觉爸对你好啊，你给爸打电话，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打完这个电话后果怎么样呢？那时候我年轻的时候确实爱玩，后来呢给我爸做了有保证是吧？我说以后我不再打牌了。我爸也说，他说你要再打牌我就怎么地。他那边打完电话，我爸这边电话都给我搂过来了。儿子，你又打牌了，你说话不算话。我爸给我哭着说的，你知道吧？完了以后他说我现在我找个地方，我就走啊，以后你都别见你爸了。我那时候我肯定上头啊，是不是？你跟我爸，你给我气成这样，实际上不是，我也感觉我很你给你爹气的，跟他有啥关系啊？我没玩，问题是我要玩那些事情，我都没玩。那你跟我回去不就完了吗？人家。这个是怎么回事，主任啊？这个不重要了，我就关注说一个千里迢迢的把自己送给你的姑娘被你打了之后，这姑娘采取了什么行动？第二天我回去，我收拾东西要走，这就对了。然后他爸爸妈妈就一个劲儿拉着我跟我说好话啥的，我就没忍心，我就没走。这一干一下就干了很多年，然后尤其是有了我儿子之后，然后这关系就更好一些。我就说想稳定下来。因为总是这样来回奔波也不是事儿。就等于你们走穴搞演出，是这意思吧？对，各个地方。然后他就说行吧，那咱俩就开了一个餐饮店。本来挺好的，慢慢的这个店儿呢也上道了。也捋顺了，他就甩手不干了。他说那个你干吧，我去上班，我去找个班上。挺好的呀。因为一个店儿就我们俩，他走了就剩我自己。然后我就叫着我姐跟我一起帮忙。然后我感觉他早上8点多去上班，下午5点多下班了。你是不是那个时候店里正忙？你是不是可以回来帮忙？他每天你的店都打烊了，都见不着他。有的时候，我是上班之前呢，我是感觉我们的店已经稳定了，就是已经开2个月，我已经有固定的顾客了。然后我就跟他商量，我说本身也是干演出，干了小半辈子了，对这个也比较热爱。我说我找个班上去歌舞团了嘛。原来单位去上班了，我每次上班前我会把菜都给他买好，放到店里边，完了自个儿上午他跟他姐完全能顾得过来，不是什么大店儿。你问他那店儿怎么黄的，是我整黄的吗？把店儿交给他，他不看店儿，这边该吃饭了，那边还打牌呢。老板娘开始骄奢淫逸，玩麻将了，是这意思吗？那是后来他总是不回来，为了这事儿咱俩就生气嘛。我心想着你不干我也不干，反正就没好好过日子2个月。你说本身开这个店，我们俩确实干了很多年演出，也没少挣，但是呢，我们俩都爱玩，基本上没存上什么钱。开店的时候也是借了点，包括我爸那边也给我垫了点啊。你这个账你得还呢，你指望一个小店养家糊口还行，但是你想还账，资金还是达不到。然后我就想着，在歌舞团上班是其一，另外呢，我本身我还能自个儿整点演出。也能挣点外快，这都挺好的。他把店整黄以后，就搁家啥也不干。店黄了有没有赔钱？赔了。赔了多少？10多个，不到20。后来又做什么了？后来他啥也没做，我就一直一如既往的演出呗。我要不演出的话，我上有老下有小，谁养啊？那你演出归演出，你演出我能理解啊。我在家带俩孩子，我是啥也没干。但你演出，你开始好好的，后来他1个月2个月都不回家一次。后来我朋友还跟我说，见他在我们家那附近的宾馆出入，我就问他是不是外边有人了。我有什么人呐？我有什么人呐？我刚开始是不是经常回家？那时候我一个人，那时候我没有跟团队的时候。后来呢，我加了一个演出公司，就是我会的也比较多点啊。然后那个老板就让我自个儿去带队，到哪儿演出都让我自个儿带队，事儿也比较多。回去呢，我是不想跟他吵架，因为啥呢？因为这么多年过来以后，自从店关了以后，有了我家2姑娘，她啥都没干过，一天在家的，除了睡就是玩牌，你就是嫌我胖呗，要不然就是玩手机。我不是嫌你胖，你是不干。我去演出，我有没有跟你说？我说你跟着我，要不咱俩一块出去演出吧，还能多挣点。你跟我出去了吗？他自卑，你知道吧？他感觉自己胖了，不像以前小姑娘。这我能理解，但是你找个事干，你正儿八经的，你把孩子带好也行啊。你搁家你都干点啥呀？谁说我没有好好带孩子了？你带点啥呀？我为啥在家你不知道吗？
这个因为之前我们俩一直就是在外边跑，来回的周转的那种演出，然后我儿子呢就跟着我们来回的一起在外边颠簸。我儿子就上一个小学转了6次学，孩子学习都耽误了，孩子现在都跟不上，在学校里边也很吃力。我再跟你一块儿出去跑吧，俩孩子再扔家里边，他能成啥呀？他马上都叛逆期都到了。那问题是你现在你在家里边，孩子是啥样呢？孩子怎么了？孩子因为他跟不上，他现在有点自闭了。我在家里边星期六、星期天我带孩子玩游戏，怎么了？我想跟他拉近一下关系，我有错吗？你要是光星期六、星期天玩，我也就不说了。天天我儿子一放学，来儿子，来我带着你开3排王者荣耀，都溜得很。你没说，你说儿子你就作业写完没？今天哪个不会了？你问我。那你又没有天天在家里边，你知道我跟儿子怎么相处的吗？我回家看到的就是这种现状，所以说我才不愿回去。但是你回家看的时候，我就没有，我拦一句啊，儿子不是亲生的是吧？是亲生的，是亲生的儿子，这个现状不更应该多回吗？怎么叫不愿意回去了呢？我一回去，我不想跟他生气。我要经常跟他在一块儿的话，我公公着我俩。你这逻辑不对呀。你下面的话是我们俩要经常在一块儿的话，早打散了，那就说明你们俩的婚姻有问题了呀。确实有问题了，确实。他就是嫌我，前2年确实嫌我在家没有出去挣钱，嫌我胖，嫌我干啥不行，吃啥不剩。他后来他给我开了个店儿，他说我在家里不能总是闲着。然后他说他这样跟我说的，他说我投资2万块钱，然后给你开一个那个就是视力康养的。他说你在家里坐着，你还能带着孩子。然后呢，结果呢，他这边等我知道的时候呢，他给朋友贷了网贷，贷了25万。然后我就寻思着，其实他也挺费心的。然后我就想着，那好好干吧。我又上总部去学习了1个多月，我才回来。回来之后，然后就开始好好的经营这个店儿。但是呢，就是前2年嘛，这碰上了这个，确实市场也不那个啥。然后我的店儿呢，就这样又没有生意，又关门了。啊，赔钱没？赔了，现在身上债务20多万呢。啊。然后这一回让房也卖了，车也卖了，我跟孩子现在还租房子住呢。压力挺大了，其实他有时候他不想这些问题，天天我不回去，我在外边飘着，我在外边跑着，你压根都没想着，我不出去跑，我不飘，你给孩子吃什么？你现在在做什么？我在做互联网做主播，所有的店儿赔完以后，所有的账都在我头上，我每个月。今天我就是感觉找爱来了是吗？觉得他不爱你了是吗？那你规划这日子该怎么弄吗？我就感觉我就现在就是一心一意的，我就是想在家里把孩子带好。我感觉现在就像咱俩就已经是这样了，我就希望孩子能更好一些，更优秀。不是你俩这样啥意思呀？他现在每个月给你钱吗？我找他要他会给，但是有时候得看他脸色。这话你看熟不熟？在这个舞台上，只要是带娃的妈，自己不工作的，通常都会说这句话：给钱吗？找他要给，但是得看脸色。你咋想啊？这个婚姻？这么说吧，从他跟我私奔的那一刻起，我这辈子我就得有义务养他。他这些年，不管他干什么不干什么，不管他吃成什么样，我压根都从来没想过要给他分开。我只是说现在呢，我压力确实很大。我当时那个第2店黄了以后，我还了将近40-50，全部压到我头上。我1年时间，我干个互联网，我还了现在还剩10几个。但是他这些他都不知道，他只知道没事在家里边一没钱张嘴就要。那你为什么不跟他说呢？我跟他说了，她是你老婆，你为什么不让他知道呢？我也跟他说了，但是他不理解。我甚至给他打电话，我说什么？我说我现在主播，人家很多主播都有助理是吧？你要不你也给我当助理来，孩子都大了，丈母娘啥的都在家没事儿，可以帮着带着点。我说你要不你跟我一块来长沙？我不，我吃这么胖我去干啥呀？我说你哪怕你不播呢，你给我当个助理，你给我维护一下，不也挺好的吗？不愿意干。那我有在你直播间给你当管理啊。你就刚来的吧？我都播1年了吧？你才来有1个月吧？那他现在去没去啊？没有啊。我没有去，但是我在直播间给他当管理，他知道的。他只要开播我就在，我没有出去。这不是挺好的吗？我看你还在那小鸟依人，嗲里嗲气的，一点都不像2个孩子的妈。那个小眼睛跟他还撒着娇。这可好，这一脸苦大仇深的，你知道我有多难吗？我要不这么干，这家里面谁养啊？你这女人一点都不懂事，我可没想休了你那，估计你心思也没这个心思，对吧？确实没这个心思，真的。就是我找的，我就是想问问他，他平常都很少跟我说这些很多东西，你知道吗？
我给他打电话都很困难，有时候我头天给他打的，他3天后回给我都有可能。他就说我忙得不可开交，我晚上都得休息，我还得想剧本，我还得怎么地，哪有时间搭理你啊？他都不爱跟我沟通这一点儿。我跟你沟通没用。我跟你沟通了，你能帮我吗？是不是？我把啥事都跟你说了，你能帮我吗？你帮不了，我干嘛要跟你说呢？给你增这个烦恼有用吗？没这个必要啊。唉，这个一生就是属于生活之无奈了，对吧？我跟你说，你帮得了我吗？就一个问题，回答。我帮不了他呀。那我要你干啥呀？不要我就拉倒呗。你看，所以你这完全不是解决问题的，这话你都没有好好想。帮是一定在身边吗？有没有精神上的寄托？如果你能给他出主意，如果你能作为他的一个倾听者，他是不是也算帮到他了？你根本没想这个呀。妻子上来说的，哎呀，我要这个男人爱我。我们听完整个的这个10几年的这个婚姻经历以后，大概可以总结几个阶段吧。第一个阶段真是相爱嘛，两个人黏腻在一起嘛，共同为生活奔波嘛，这是第一个阶段嘛。后来因为有了孩子，然后双方想稳定下来，对吧？结果发现，在稳定的过程中没有稳定的能力，所以家里面举了很多的债。为了改善家里面的经济条件和还债，丈夫没有办法，迫不得已跟妻子两地分居，是吧？分居之后很多问题出现了，妻子不思进取，对吧？丈夫开始对妻子的态度冷漠，有点看不上。我理解的对吗？是不是这么一个脉络和过程？那就想问怎么办，对不对？就是我们这种状态，我们这种现状，我们应该怎么办？来，这个难题交给我们的老师们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黄宏兄，两个人以前这么有共同语言，怎么走到今天变成没有一点共同语言了？当年您真的不容易，义无反顾，不顾父母的反对，私奔也嫁给这个男人。他当然有过承诺，我要照顾你一辈子，我要一辈子对你好。但是人在生活的过程当中，他会因为生活的环境状态会改变的呀，他会力不从心，甚至他会忍无可忍。您老公现在的想法是，你如果都不愿意，我有过承诺，那我也无可奈何，就随你了。但是他这样的失望会走向绝望的，一旦绝望，这个婚姻就没了。你呢？现在就是我胖，我自卑，为什么不能走出这样的自卑呢？您的胖得很匀称，很漂亮啊，有什么好自卑的呢？所以你们两个人今天给你们2个字：醒来。谢谢，谢谢博宏兄。小鱼老师，看这两口子结婚了10几年了，我就从数据上来看，越过越穷了，是吧？一会儿赔了20来个，一会儿赔了10几个，现在外面还有外债的，还有10多个，还有10多个。这还是我干了1年直播，才把这些账慢慢给还上，以前更多。你还不上，后边还得欠债的。知道为啥吧？不知道。因为你养了3个孩子，养2个孩子责无旁贷，但是你纯的把你媳妇也给养废了，你什么不用干，我养你。老婆果然听你的话，那就安心养孩子吧。现在想让他干不了了，最后他只能靠这样的方式弄点零花钱养孩子。孩子最小都7岁了，不需要花那么多时间用在孩子身上了，可以干点自己的事儿了。关键什么呢？你在家里待着，你并不快乐，只能是靠玩麻将、打牌、玩手机，麻痹自己，打发时间。你后半辈子你就废了，他也就苦了。你们这一家子说白了就好不了了。2个孩子在这种教育下，他们的原生家庭也对他们没有什么良好的这个示范作用。所以现在我觉得咱们还来得及啊！如果真的能听进去我们说的话，所以咱们
抓紧时间吧啊！哎，谢谢于老师。单导老师，就几个问题留给你自己思考啊，女士。你个人的人生价值在哪里？你希望自己的人生是什么样的？如果你不自己去唤醒自己的觉知的话，我们任何人都没有办法叫醒你，任何人都没有办法帮助你，你的人生也就是这样下去了。那么也就别怪异地时间长的丈夫在外面有外心，我告诉你，这是一定会发生的事情。不想回家，面对一个这样的老婆，天天又在长沙，每天接触的都是自媒体，那边是一个新鲜的世界。在面对这样一个糟糕的你，我不是危言耸听。而你如果一直都是只是自我埋怨或自我抱怨，哎呀我胖我不行，你不改变，你说让谁来帮你呢？所以我觉得你不用想你们的婚姻关系，你先想想怎么当好一个妈妈，给孩子树立好一个榜样。我觉得这是最起码能唤醒你内心觉知的那一部分。当你自己发生改变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的家庭关系、你的亲子关系、你的婚姻关系都会随之改变。谢谢。谢谢张导老师。米娜老师，胖让人开心吗？不开心。胖会让人觉得对自己沮丧吗？会。但是，一旦你对自己沮丧，去把这个压力转嫁给别人的时候，这就是你对别人的不公平。你凭什么要拿你胖这件事情惩罚别人呢？你胖为什么要让你的丈夫扛上养家的重任呢？你在年轻的时候干了传统女性不会干的事儿，叫私奔，然后你又在中年的时候干了现代女性不会干的事儿，叫宅起来，想做全职。想做全职，你得看有没有那个条件，有没有那个命。这个命就是指你的丈夫，你们家的收入能不能够使你安于在家里头当花养。今天你的丈夫对你有这么多的轻慢，这么多的不足，他肯定有问题。但是对于您自己来讲，是留这个婚姻还是走出去工作，我觉得你应该思考的是后者。而先生哈，我对你也没啥好感，你老婆我还愿意说两句，对你我是真没啥好感。在长沙这样的花花城市，自己也都已经有了一些花花肠子了吧？不要沾沾自喜的说什么，当初这女人跟我私奔了，我就不得不怎么着？有什么不得不的？你做着不得不的事情，然后再一点点的泄她的气，不停的用小牙签扎她，提醒她你有多无聊，你有多胖，你现在有多跟不上时代。你即使是看家，你看的也都只是一些最低层级的看法，孩子你都没教好。在你的人生里头，如果没有家，没有孩子，你觉得亲情可以来得如此轻慢？靠魅力我能吸引一个女人为我私奔，我一定也可以靠魅力让我的亲情永流传吧？不可能。谢谢米娜老师啊，其实他还挺感慨的。他给我的感觉你知道是什么吗？假仗义，真无能。就是你试图想让我是一特别仗义的人，但是因为你能力不及，所以没办法。这段关系其实如果我们真的从现代婚姻关系的角度来看，这段关系早已经死了。你们俩现在就是名义上的夫妻。为什么这么说？你觉得你欠他的，你想还，你不想背这个，怎么还？我养你一辈子。现在他还接受，随着他年龄增长，随着你的直播做的相对的越来越好，他会越来越不安，因为他害怕有一个人替代了他所被养的位置，就这么简单。这就是这个婚姻最悲哀的东西。你们还有爱吗？你们说，如果我们还想有一点所谓的爱，还想找回年轻时候的曾经的那个爱的感觉，亲人的感觉，那至少有一点，学会彼此的体谅，看到对方的难，在对方难的时候能够搭一把手。让我们一起进入真情60秒。媳妇儿那句话，啥时候我都不会嫌弃你啊。那咱俩今年目前走着看着吧。行了，两位请回吧，谢谢你们，加油吧，谢谢，请回。
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欢迎登录优酷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。这个咱们不预测了，反正就是特别的感慨。伯宏兄，你最想说的是什么？我感觉这样的一个年龄，夫妻做成这个样子，婚姻过成这个样子，真的非常的悲哀。如果那种真的爱在，哪怕妻子真的胖一点的时候，也给他鼓励，给他信心，谈何自卑？来，小于老师，这个不好的婚姻就是靠彼此的缺点过日子，好的婚姻就是靠彼此的优点过日子，碰撞吧。莎娜老师，不管过还是不过，我觉得女人还是自己得要点自尊的，要不然的话，这个人男人不爱你，下一个男人也不会爱上你的。对，接着莎娜老师的话就是连自己都不会爱自己，所以女生别出吧，男出女不出。我们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，请开门。在一起，我想他们还有机会。精彩节目稍后继续，精彩节目马上开始。也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谢谢大家。容美好，共未来，天津卫视。